他在高铁上遇过最倒霉的事儿是什么？是隔壁的小孩在哭，还是你老板突然传讯息叫你改简报？我告诉你，林柏宏更惨，他遇到了一颗96分钟后就会炸掉的炸弹，而且他刚好是个心里有阴影的前拆弹专家。这部96分钟，2026年4月底要以 4DX 版本重回大银幕了。继续听老头 Z 喷这部片之前，先帮我点个订阅。在这个大家都只会看15秒短影音的时代，你还能听一个老家伙聊电影，说明你是有品位的。这部96分钟 ，IMDB 开盘7.2分，虽然不是什么神作等级，但在华语灾难动作片里，它绝对是近年来的技术天花板。2025年上映时虽然口碑不错，但很多人错过了在大银幕感受震动的机会。这次 4DX 版就是给你们这些等等党的最后机会。故事核心很直球，林柏宏饰演的宋康仁，3年前因为一场百货公司爆炸案，心理受创退居幕后。结果在3周年忌日这天，跟他老婆，也就是宋云桦饰演的刑警，一起搭上这班死亡高铁。这剧情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既视感？对，这就是那种典型的命运爱开玩笑系列。但96分钟，聪明的地方在于，他把所有的压迫感都锁在了那个时速300公里的密封铁盒子里。96分钟不只是片名，它是这颗炸弹的倒数计时。从台北到左营，正常行驶也就90几分钟，这意味着主角完全没有容错空间。如果你跟我一样看过太多那种炸弹剩下1秒才剪掉线的烂俗桥段，你可能会觉得这部片也一样。但老实说，这部片的编导洪子他是真的在玩心跳，那种你明明知道答案，但过程让你手心出汗的爽感，在大银幕上被放得无限大。现在这部片已经在 Netflix 上架了，你可能在家里沙发上已经看过了。但老头 Z 这里要强调一件事儿，灾难片在手机看跟在 4DX 电影院看完全是2个次元。那个动感座椅在火车急转弯或者是爆炸冲击时产生的物理回馈，才是这部片真正的完全体。这也是为什么在重播1年后，片商还敢大张旗鼓推 4DX 版本的原因。而且别忘了，这部片的演员阵容是真的很能打，除了林柏宏和宋云桦，还有王柏杰饰演的那个神秘乘客。他那张脸一出现，你就知道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。这种全员嫌疑人的气氛，让原本单纯的拆弹戏码多了一层心理叠对叠的乐趣。好，背景交代完了，我们来聊聊这部片最硬核的部分，那个让全剧组差点疯掉的高铁车厢。你以为这部片是去借真的高铁拍的吗？想太多，台湾高铁才不会让你进去又是拆座椅又是搞爆炸。剧组在台中打造了全台首座1:1的实景摄影棚，所有零件都是日本特制运回台湾组装的，那个细节精准到连林柏宏进去拍第1天都说，我以为我真的在上班。这种对细节的偏执，才是让灾难片产生说服力的关键。更猛的是，他们引进了好莱坞现在最火的虚拟生产技术，也就是 VP Virtual Production。你在电影里看到的窗外风景，不是绿幕，是超过700片的 LED 荧幕。这意味着演员在表演时，窗外真的是台北到高雄的风景在倒退。林柏宏还开玩笑说，在里面拍久了，真的会晕车啊。这种沉浸感不只给了演员，最后也透过镜头传递给了观众。你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就在那个时速300公里的车厢里，灯光忽明忽灭，广播里传来奇怪的杂讯，然后你身后的座椅下藏着一颗随时会把你撕成碎片的炸弹。这种幽闭恐惧症般的压力，配合洪子桑最擅长的快节奏剪辑，让这部片的前40分钟几乎没有尿点。老实说，我上次看华语片看得这么坐立难安，可能还是那部《狂徒》。这就是我说的反转锚点。你以为这是一部卖特效的爽片？不，它其实是一部在探讨赎罪的心理剧。林柏宏的角色一直在跟3年前的那个自己对话，而这颗96分钟的炸弹其实是他人生最后的审判。这种设计让动作片多了一层人性的厚度。虽然老头 Z 有时候觉得文戏节奏稍微拖了一下，但整体来说，这口药配着糖水吞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来说说王柏杰吧，他在片中演出的那个神秘客真的是整部片的变数。他那种我什么都知道，但我偏不告诉你的表情，每次出现都在挑动观众的神经。在一个这么狭窄的空间里，这2个男人的对峙比外面的炸弹爆炸还要精彩。这就是导演厉害的地方，他知道观众想看爆炸，但他更知道观众想看2个帅哥在那里心理博弈。林柏宏这几年真的是在自虐的路上越走越远。为了演这个前拆弹专家，他穿上重达45公斤的真实防爆服。你们知道那是多重吗？大概就是背着一个国小生在车厢里跑步。在拍摄现场，他甚至因为头盔太重扭伤了脖子。但为了呈现那个真实的沉重感，他坚持不用轻量化的道具。这种敬业精神，老头 Z 看了都觉得脖子酸。他在戏里还要在大热天穿着这套衣服进行高强度动作戏，甚至连呼吸都要靠意志力。
但你看电影里，他在拆弹时那个手部肌肉的微小颤抖和眼神里的专注，那不是演算法能模拟出来的，那是真真实实的体力透支后的本能反应。林柏宏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那个唱跳出道的偶像了，他是那种真的会把自己逼到极限的演员。再来聊聊宋云桦，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等一个人咖啡或者是我的少女时代，但在96分钟里，他演的是一个精干的刑警。他跟林柏宏的夫妻感不是在那边撒糖，而是在危难关头那种我把后背交给你的信任。这种成熟的演员化学反应，让这部片在最后的情感爆发点上显得特别有说服力，不会让你觉得只是为了煽情而煽情。老实说，灾难片最怕的就是尴尬，台词尴尬，特效尴尬，或者是那种大家都快死了，你还在那里说爱我的狗血。但96分钟避开了大部分的坑，他很清楚自己就是一部商业片，节奏就是要快，动作就是要狠。特别是片中那场在车厢间隙的打斗戏，镜头运用的极其大胆，配合高铁急速行驶的噪音和光影，那个感官冲击力真的会让你忘了这是在棚内拍的。既然都要回归 4DX 了，我就要提一下这场打斗戏在 4DX 厅的表现。当主角被摔在墙上时，你的椅子也会给你来一下重击；当高铁穿过隧道时，你耳边会有强劲的气流。这种感官联觉的体验，才是你这张电影票最值钱的地方。如果你只是想看剧情 ，Netflix 就有了；但如果你想体验被高铁撞的感觉，那你必须去 4DX。直说了吧，这部片并不是没有缺点。我最想喷的地方，就是在最后15分钟的某个情节转折。编剧为了制造最后一个高潮，安排了一个稍微有点降智的决定。那个当下，我真的在电影院差点翻白眼，觉得这明明可以简单处理，你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？这种为了制造危机而制造危机的设计，是很多国片，甚至是好莱坞大片常犯的通病。96分钟也没能免俗，而且片中有些配角的设定稍微有点扁平，就是那种我一看就知道你等下要领便当的类型，这让中间的部分群戏显得有点套路。但话说回来，你如果是抱着看《绝地救援》或者《不可能的任务》那种心态来，这些小瑕疵其实是可以被原谅的。毕竟这部片的强项在于氛围营造和动作执行，而不是写那种深奥到不行的文学剧本。我的总结立场是，如果你是动作片爱好者，或者是林柏宏、王柏杰的粉丝，这部片在 4DX 的表现绝对是今年最值得一试的体验。它证明了台湾电影现在有能力处理这么大型高技术含量的题材。虽然剧本还有一点磨合的空间，但那个诚意和技术执行力，老头 Z 给他一个大大的拇指。这不是那种看完会让你思考人生3天的文艺片，它是那种看完让你觉得刚刚好显的爽片。如果你去年在 Netflix 上看过，觉得还好吗？那我建议你放下成见，去电影院补一次 4DX。你会发现音响系统和震动座椅真的能把这部片的评价从7分拉到8分。对于灾难片来说，银幕的大小和座椅的动感就是它的灵魂。别在那边等下一次串流上架了，这种片真的要在戏院里跟着大家一起尖叫才叫看电影。最后提醒一下，这部片将于2026年4月30日重映，只有少数配备 4DX 的戏院才有。如果你想体验那种被林柏宏摔一脸，然后被炸弹炸的椅子乱动的感觉，手脚要快，老头 Z 已经预定好首日票了。我们戏院见。如果你也看过这部片，留言跟我分享一下，你觉得片中那个神秘乘客的真实动机到底是什么？我总觉得剧本里藏了一些没说完的话，或者是你觉得哪一场戏让你印象最深？是拆弹时的冷汗，还是车厢里的肉搏？在底下留言区我们来战一下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你挖到好料，那个订阅按钮按下去，老头 Z 下集带你去更猛的观测站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在高铁上发现炸弹，而身边只有一个前拆弹专家和一个一脸嫌疑犯的乘客，你会选择相信谁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我很想听听你们的生存法则。记得按赞分享，让演算法知道你想看这种诚实影评。我们下期见，拜。